我和丈夫是二婚，丈夫不孕，却有个儿子。婆婆逼我辞掉体制内教师工作，一心照顾继子。我不同意，她在我课堂上大闹。丈夫诬陷我泄露市级联考题目，但继子得了尿毒症，他们却毫不犹豫放弃治疗。为了延续香火，他们又哄骗我去山区支教，却将公公送上我的床。怀孕后，我被他们囚禁在山区，难产而死。再次睁开眼，回到我婆婆大闹课堂前一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赶快辞职，在家照顾于心。我抬眼，眼前婆婆正指着我的鼻子，逼我辞掉体制内教师的工作，照顾她孙子。见到她的瞬间，我的胃一阵抽搐，脑海中浮现出前世最后的记忆。她拿着杀猪刀，亲手将我开膛破肚，取出她瑜伽的香火。我的血不停地从下体流出，像一条小溪流入阴沟里，辨别不出颜色。其实我本来可以活命的，可他们害怕香火断了，所以选择在村医来之前就剖腹取子。你都30好几了，又克死了前夫，再不要孩子就生不出来了。婆婆还在不停地念经。我转头看向客厅书桌前，一个身材强壮的男孩正埋头苦读，丝毫没有受婆婆尖叫鸡般吵闹声音的影响。我记得他前世这个时候已胖得像头猪，每天除了抱着炸鸡就是躺着睡觉。你看什么看？我跟你说话呢。在婆婆的手落在我脸上之前，我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臂，往前一带，她整个人就摔在了地上。听着巨大的声响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。一口假牙滚落在我脚旁，我使劲跺了2脚，才稍微缓解一下我心头恨意。我不会辞职的，除非你死了，我可以坐在你坟头上写辞职信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婆婆捂着腰，费劲地站起来，又抬起手指着我：你什么你？我抓住她的手指使劲掰，直到听到咔嚓一声，我才心满意足地收回手。余光瞟向于心，她竟然带上了随身听。前世她估计早该和我拼命了。你这个不孝女，你也配当人民教师吗？婆婆握住手指，疼得嘶哈嘶哈的，还在跟我叫嚣，配不配也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我转身想要回屋，低头看到公公在餐桌旁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前世他们为了延续所谓的香火，竟然不顾伦理，将迷晕我，把公公送上我的床。一想到他不仅上下其手，还把肮脏的臭嘴放在我的脸颊上，我心里就一阵恶心，恨不得现在就上前把他的手剁下来。但我咬牙忍住了，抄起苍蝇拍，直接呼在了他脸上。他被我打得手一抖，滚烫的热水洒在了他的手上。有苍蝇？我晃晃手里的苍蝇拍，收敛眼底的得意。要不是重活一世，我都不知道他在我面前怒吼婆婆，说她无理取闹。等我走后，又和婆婆说我有工作了不起，说我眼睛长到天上去，让婆婆赶紧找个理由叫我辞职。有了这个和稀泥的，这一世我要一个报复。刚回屋没多久，我躺在床上整理思绪，听到敲门声。我打开门，于心挑眉看着我。我看看他，确定他也重生了，否则他不会来敲我的门。思索片刻，我问道：合作吗？合作。于心虽然现在才8岁，但他重生后又活了8年，说话已经完全不像孩子了。送你个见面礼。于心挑眉看我，行，看看你的水平。我冷静地看着他，心里已有自己的盘算。天都黑透了，于成才骂骂咧咧地回来了。翠，
也不知道那个孬孙扎了我车胎，害我走了好几公里，半路还被一帮小兔崽子围攻了，真倒霉，饿死我了。做饭没有？哎呦，翻了天了！你看看你媳妇把我打的。婆婆听到于成才的声音，直接从沙发上弹起来，地鼠一样跑过来。我横了他一眼，他立马噤声，眼神像是闪过一丝害怕。你怎么动手打老人呢？于成才怒目而视。妈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就让着他点，怎么了？知道了，我低眉顺眼的回答。前世他就是个妈宝男，我辞职后，他妈想吃水煮鱼，我说最近上火过几天做，结果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，说我不孝顺，做个鱼又死不了人。我只得将做好的饭菜分成几顿吃掉，好几次都吃坏了肚子。但凡我扔一点剩菜剩饭，他们就会不停地数落我，不赚钱还挺能浪费，那是我奶自己摔的，别诬陷我小妈了。话音刚落，于心懒洋洋地说：“你这孩子！”婆婆嗔怒，她向来宠溺这唯一的孙子，那是因为这个时候于心还没患上尿毒症。没做饭吗？于成才立刻转移话题，他看着空荡荡的餐桌，怒目圆瞪：“你这一天天的，除了跟妈吵架，还能干什么？赶紧辞职！辞职？凭什么我辞职？”我怒极反笑：“我可是金牌讲师，你不过是个普通教师，要辞职也是你辞职，你们谁都不用辞职。”我准备上寄宿学校。于心从书桌前站起来，神色冷漠。我不知道他怎么突然要读寄宿，不是说合作吗？寄宿还怎么合作？那不行，你才8岁，怎么能住校呢？就让你小妈辞职照顾你。婆婆立即出声阻止。我紧接话茬：“那您就自己带，更何况我爸也还尚在嘛。”秦双红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于成才怒喝一声：“我怎么说话了？”我厉声和他对峙，重活一世。我已知他文弱外表下的狰狞面目，为了不让我说出延续香火的秘密，他竟然提着硫酸将我毒哑。挣扎过程中，硫酸不慎滴在我的脸上，我的脸立即烧红一片，被毁了容。回忆起喉咙血腥中带着烧焦烤肉的味道，我生理反射性地吐了出来。是不是怀孕了？于成文立马围观上来：“你不孕的报告难道是假的吗？”我讥讽道。于成才抬手扇了我一巴掌：“别当着孩子面瞎说，什么不孕，有没有瞎说，你们全家最清楚了。”我嘲笑开口，手轻按在手机紧急按键上，以防这一家人加害。都别吵了，我出去买点包子，今天凑合吃一口得了。公公出来打圆场，我不想再和他们同桌吃饭，拎起包出门，打车去了市里第6季最有名的海鲜自助。前世我把赚来的钱都用来补贴家用，婆婆每次出去光鲜亮丽，而我却只穿19包邮的 T 恤。每次听同事提起第6季，我都只有暗自羡慕的份。今天我终于也吃上了，比想象中好吃。吃过饭，我又散步到 SPA 中心，按摩完又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。别提多舒服，只是婆婆颐指气使的丑恶嘴脸，还是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，真晦气。第2天，我照常去了学校，和数学老师换过课后，从学校后门离开。婆婆如前世一样怒气冲冲地来了学校，只是她还没到学校门口，就被一群壮汉围住，直接将她架到旁边隐蔽的树林。秦双红，你不好好上课，在这干什么？婆婆在树林里见到我的时候，似乎忘了架着她的壮汉，还趾高气昂地骂我。我扬手扇了她一巴掌：“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来学校干什么？”婆婆顿时瞪大眼睛，也难怪，前世她说什么是什么。我从不顶撞，
更别提像今天这样打他了。看什么？告诉你，别再想着逼我辞职。我气愤不过，抬脚又踹了他一脚，这才算是心满意足。这世道真是反了。婆婆挣扎着还想打我，壮汉直接一手掌砍在他的脖子上，他话一下子噎在了嗓子眼。我看了看他摘歪的头，挥了挥手，另外一个壮汉拿了一盆冷水泼在他脸上，他立刻呛醒。你等着，我要报警！报啊，你去报啊！对付这种蛮不讲理的人，只有这种方法最有效果。看是你报警快，还是我剁了你快？我拿起刀在他眼前晃了晃，最后他只能低头跟我道歉，哭着求我不会再干涉我辞职。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收拾完婆婆，我心情愉悦地回了办公室。于成才正坐在我的办公桌上翻东西。离婚吧！我走到办公桌，将离婚协议扔在桌子上。于成才停下翻东西的手，错愕地看着我：你到底在抽什么风？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回？难不成是出去鬼混了？与你无关。我漫不经心地回答：我已经签了，你也赶快签字吧。我敲了敲桌子上的离婚协议书，想起之前我总是迁就他，更是为了他将自己独创的讲课技巧毫无保留地告诉他，他因此成为金牌讲师，学校各种教学资源都向他倾斜。可是他却背刺我，诬陷我泄露联考试题，导致校方不得不辞退我，更是断了我的教学生涯。带着这个污点，让我再也不能重新站上3尺讲台。在我回归家庭的这段时间，有同事给我发过于成才和刚毕业的女教师一起吃饭的照片，我竟觉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，甚至还觉得同事是好事者，没事就挑拨离间。那个时候是真蠢，不过是让你辞职，用得着拿离婚威胁我吗？于成才起身，拿起那份离婚协议，扫了一眼，抬头瞪着我，让我净身出户。你是有妄想症？我拿出手机给他看了于心发给我的视频，视频里多位家长指控于成才私下收礼，如果不想身败名裂，就赶快签字。我收回手机，声音冷漠地开口。于成才疯了似的想要抢走我的手机，我笑笑，直接将手机扔在地上。已经备份了，手机你想要就给你吧。他愤怒地抓住我的头发。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，于成才立马松开我的头发，脸上挂上伪善的笑容，维持着他文弱书生的假面。校长慢悠悠地走进来，上班时间注意影响。于老师在高3数学组干什么？他陪笑来找秦老师取经。我微微一笑，校长。于老师私自收礼。校长的手机滴的一声，视频已被收到。于成才被全校通报批评，今年的奖金也被扣除，同时取消了他职称评审资格。全家人视我为仇敌，估计严阵以待地等我回家，但我才不会回家。下班，我直接去小学部接了于心，住进了县上最大的宾馆。3天后，我妈打来电话，勒令我赶紧回于家。前世，我就是听了父母的意见，才下定决心辞职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父母为了给弟弟凑彩礼，拿了于成才2万块钱，就做起了说客。亏了我当初还那么信任他们，以为他们终究还是会为我考虑一点，却没想到我又被卖了。辞职后，他们甚至还嫌弃我不能补贴家用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数落我。可是于成才每个月的工资能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已经捉襟见肘，根本没有钱做伏地魔。更何况他家防我跟防贼一样，我也拿不出钱来。回去吧，躲着不是办法。于心坐在椅子上，淡定地笑了笑。我看了看他，从他叙述中得知，前世
他母亲和我有同样的遭遇，他已迫不及待地想要报仇。那就走吧，我镇定地看着他，与他一起回到了余家，准备开启一场大戏。哎呦，你看看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给谁看呢？我刚一进门，婆婆就阴阳怪气的。我不动声色地抬了抬眼睛，她立马噤声：“舒适，好几天都不回家，去哪里了？”于成才紧接着质问：“酒店。”我冷冰冰地说：“什么？你怎么能去酒店呢？你这孩子！”我妈听到我住酒店，立刻跳脚，我却无所谓，重活一世，我只想让自己过得好些。是不是和那个野男人鬼混去了？于成才抓住我的领口，眼神似乎能杀人一样。我冷哼一声，懒得理会。小红啊，你和成才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举报他呢？我爸叹了一口气，一脸无奈。他是被我妈裹挟的窝囊废，一辈子不出头，难受了就只会蹲在树荫下抽烟。从小到大，但凡我给他惹了什么麻烦，他只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将我打一顿，然后低头给人赔罪。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，对于这件事，我才不会让步，即使所有人都站在我的对立面。啪！我愣了一下，看着挡在我前面的于心的侧脸，立马肿了起来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婆婆就冲上去给了于成才一个耳光。你没事，打他干什么？有完没完了？一回来就鸡飞狗跳，公公又出来阻止战争了。于心，你什么时候跟他穿一条裤子了？于成才纳闷地看着于心，于心二世祖似的甩开脸，吊儿郎当地说：“想怎么了？你不是一直都希望我们友好相处吗？再说了，你们都想着让他辞职来照顾我，我不得先相处一下吗？”于成才被噎住，脸色五彩斑斓的，好看极了。现在你没了奖金，职称评审也被取消了，不如你辞职在家照顾于心吧。我适时的开口，脸上带着笑意。哎，小红，女孩子家家，在家里多好，明年成才的工资就上来了。我妈拉住我坐在她身边，拦住我的话。前世我就是被这样的温柔给欺骗了，导致我每天为了柴米油盐绞尽脑汁，最后沦为余家延续香火的生育工具。您就歇歇吧，于成才不就是给了您2万块钱吗？我挣脱他的手，维持着最后的笑意，内心却酸楚至极。这是5万块，我5万现金撒在空中，现金立马落了一地。几个人再也来不及争吵，全都蹲下来开始疯狂捡钱。不是都给你2万了吗？这钱你还捡？婆婆见我妈捡钱，直接趴在地上，将钱压在身子底下。我妈直接抓住她的头发，愤怒地说：“这是我女儿的钱，我捡怎么了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她是我们余家人，跟你们姓秦没关系。”婆婆被扯得不得不抬起头，手顾不上捡钱，一把抓在我妈脸上。我妈脸上顿时出现几道血痕，婆婆的头皮瞬间空了一块，两人扭打作一团。3个男人不得不先拉架。我爸觉得于成才拉偏架，立马放弃拉架，直接一拳打在公公脸上。于成才一愣，紧接着一拳打在我爸胸口，几个人的血滴答滴答的往地上落，像是在画一幅遗作。倒是便宜了于心，安安静静的在他们周围捡钱。差不多了，走吧。我隔空张大嘴朝着于心说。于心看看地面散落的100元大钞，叹了口气，起身跟着出了家门。一出狗咬狗的大戏，花了将近1万5。于心刚坐上出租车就开始数钱，随后悻悻地看着我：“小妈，你这生意还是有点亏吧？”“不亏。”我洒脱一笑，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。于心不置可否地耸耸肩，随后笑了起来，
出租车很快到了高级酒店的门口，我刚打开车门，一个没注意，车门撞到了一个西装男，双红。我下车低头道歉，对方却喊出我的名字，我下意识地回避，臭逼渣男莫挨我，不是，顾老师。于心笑呵呵地上前打招呼，我这才发现撞到的人是顾魏，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讲课一流，难得的是学生都喜欢他。嫁人前他是我邻居，不过高中出国，从此再无音信，年少的一些小想法也就没了。你怎么在这？我尴尬地笑了笑。市级联考封闭出题刚结束，顾魏笑着说。我点点头，拉着于心离开。市级联考马上到了，我得提前为于成才准备准备。联考试题下发个考试单位，前世试题暂放图书馆1层档案室，那里保密性比较强，基本不对外开放，除非是各科老师要查资料。我跟馆长打点好一切后，回到教室上课。辞职吧，别逼我。你看看，现在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。于成才在我下课后，直接将我堵在教室门口，学生们都向外张望。我回头微笑着将门关上，好好上课。我不会辞职，你想要个全职保姆，签字更容易。我冷漠开口，提醒你一句，在这闹开了，你也别想在这待下去。于成才恶狠狠地看着我，双手成拳，极力地压抑着怒气。我笑笑，坐等大鱼上钩。于成才果然不负众望，我拨通校长室的电话。校长，于成才老师偷了联考试题，现在正在图书馆。我看着针孔摄像头传递回来的画面，嘴角勾起一抹笑容。校长震惊，怎么会呢？成才也是我应聘进来的，人品绝对没问题。前世校长对他十分器重，我又没有直接证据，所以这泄露试题换取10万利益的人就成了我。这次看你还怎么狡辩。我将视频导出，发送给校长。不一会儿，校长带着校纪委的领导就到了图书馆门口，刚巧碰到于成才从档案室出来。于老师双手举起来，校纪委无虑，语气严厉。于成才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恢复如常。吴科长，怎么了吗？突然这么严肃，看着他伪善的脸，我一阵恶心。他最擅长伪装，让你举起来就举起来，听不懂。吴律显然没心情跟他周旋，冰冷冷地说。于成才看向校长，校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校长似乎是瞪了他一眼，隔着摄像头看不真切。你以为校长能保得住你？吴律见于成才半天没反应，火气更大了。毕竟这是全市10几所学校联考，30余位老师封闭出题，如果在我们学校泄露题目了，不知道教育局和其他学校会怎么看。上一世我已成既定事实，可是直接被开除了，赶快清者自清。校长脸色难看，语气也有些不耐烦了。于成才还想挣扎，吴科长直接上手搜身，一套试题果然在他的内裤里被找到了。呸，真恶心！你怎么解释？吴科长拿着被展开的联考试卷质问道。校长叹了一口气，转身准备离开。校长，我只是想学习学习，我也想成为出题组成员。于成才卑微的解释，校长却头也不回地离开。于心将这个小道消息在同学中间传开，大家一开始都以为是谣言，直到学校宣布于成才违反职业道德，撤销其教师资格，调离学校，只要你签字，我可以帮你。消息宣布当天，我找到于成才，他感激地看着我，签，马上签，像是怕我后悔似的，顾不上净身出户的条款，飞快地签了字，
然后将离婚协议书双手奉上。我压着的嘴角的笑意，轻声说：“去山区支教，这样不仅能让山区的孩子们学到知识，同时对你来说也算是公益，这样就能抹平你收礼的过失。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了苦，不行就把爸妈带着吧。我刚好上学时候在那边支教过，和那边的人很熟，给他们安排个临时工不算是。”我好心好意的建议。于成才沉吟片刻，挣扎着说：“我去，你也和我一块去吧，我们一块去山区。”我机不可见地笑了笑：“于老师，你忘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不过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把你们送过去，安顿好还是可以的。”我微笑地看着于成才，此刻他感激涕零，卑微得像个哈巴狗，不过没狗可爱，看着似乎也没猪胖，有点烦人。于心来找我，要求我带着他一起去山区。我看着他眼中的恨意，点了点头，只轻声叮嘱：“宝贝儿，这可是法治社会。”他邪魅一笑：“我还未成年，那也不行，我有别的办法。”我厉声道：“这孩子复仇就什么都不顾了吗？你先回家看看好戏去。我想知道那个恶毒婆婆知道要去山区是不是很兴奋。”据于心说，于成才回家就宣布要去山区支教。婆婆，哈，我已恢复单身，现在应该叫她王翠花。王翠花直接跳脚，指着于成才的鼻子大骂蠢材，干啥都干不好，跟他那个死爹一样，还不如他爹会生养。这算是踩到于成才的尾巴了。他直接一巴掌打在王翠花脸上，母子上演一出闹剧。他爹于建国直接背着手出门溜达了，母子顺势又把矛头指向于建国，把他气得晚饭也没吃。走，吃大餐去。我听完于心的话，开怀大笑。于心叹了口气：“小妈，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”“不是。”我笑答，“只不过钱是我过得憋屈，重新来过，自然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”我和校长请好2个月的假，顺势也帮于心请假。我们准备1个月用来复仇，1个月用来度假。次日，我们直接出发去偏远的凤岐县。一路上，王翠花和于成才一个坐大巴车头，一个车尾，看着他们母子离间，我偷偷笑了。1天的颠簸后，我们到了目的地，入住校区宿舍后，于心拿出了自己得了尿毒症的检验单。“什么尿毒症？这得花多少钱啊？”应和王翠花竟然和前世说的话都一模一样，不太清楚。医生说的一直透析维持。于心低头，语气内疚：“影帝水平。”王翠花一听要一直化疗维持，顿时捂住心口，口不择言：“那我们可治不起，放弃治疗吧。”于建国倒是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治治看吧，到底是自己的亲儿子，可怜了于心的妈妈，治什么？再要一个就是了。王翠花当机立断：“欣欣，不是我们不治，主要是你看看家里这情况，真是治不起呀。”“没事儿，我也不给家里添麻烦了。”于心可怜兮兮地握着王翠花的手。于建国上下打量我一番，露出邪恶的笑容，但很快收敛：“欣欣啊，你也别怪爷爷心狠，还有什么愿望尽管跟爷爷说。”于心面色平静，不像前世那样悲痛欲绝，他只是耸耸肩，当机立断地要了5000块，说想去西藏旅游，说还没看过世界。实际上，尿毒症透析在医保范围内，报销完基本零负担。这家人可真是没良心。商议完，我回了房间，时刻等着最终的审判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当天夜里，于建国就忍不住想偷偷翻窗进我的房间。“爸，你干什么？他还没给我安排好工作，你是不是想饿死？”
于成才压低声音呵斥。于建国扒着窗户的手落下去，真 TM 丢人，还得靠女人，你不丢人，你怎么不自己出去找？于成才烦躁地开口，上次做这种事已经害死一个人了，现在又来，谁让你不孕？也不知道在哪遗传的毛病。于建国怒斥：爷爸，你们在这干嘛呢？于心吊郎当地问。两个人尴尬地笑了笑，没事，刚来不习惯，睡不着。这小子挺会拿捏人心理，不过太没出息，吓唬吓唬他们也能开心地吹口哨。我收了录音笔，心情沉重。一条人命在他们眼里就像是杀了一条狗一样，恶人必须受到惩罚。双红，起来吃早饭了。我正起床的时候，于成才来喊我，我笑笑，要不是等着我帮他搭桥介绍工作，他才不会这么殷勤。吃过饭后，我带着于成才去了校长办公室，将他的情况半遮半掩地说了。校长笑呵呵地接纳了于成才，毕竟他以前带的火箭班，教学水平高。在于成才踌躇满志准备重新站上3尺讲台的时候，我借机上厕所，重新折返回去找到校长，特意叮嘱校长先别给他安排课程，让他先熟悉一下环境吧，多考察考察确实是必要的。校长点头答应。他爸妈的工作被我安排在一个快要倒闭的工厂，我跟厂长说，工资我出，让他们在这待几天就行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。我告诉于成才今晚就离开，时间紧迫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呢？王翠花真心挽留，走那么急干什么？就算离婚了，你也还是妈的好女儿。我笑笑没说话，真是谢谢，但不用，就是晚几天走，休息2天。于成才此刻不知道抱了什么心思，竟然也要留我。于建国也起身，多玩几天，这空气好。不了，我回去还有事儿。我温柔地笑了笑。夜里他们准备的匆忙，没有前世那般不动声色。王翠花站在窗下放风，于成才将迷香点燃，从门缝下送进来。我假意睡着，用湿毛巾捂住口鼻，防止被迷晕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半小时后，于成才直接撬开窗户，直奔我的床扑过来。宝贝儿，终于让我得到了，我都以为我这辈子都没这机会了呢。他趴在我的床沿，垂涎欲滴。我恶心的想当即翻身起来打他一拳，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。正当我准备大义凛然接受他进一步动作时，于心却一脚踹开了门。你竟然敢强奸我小妈！于心一拳打在于建国的脸上，又一勾拳打在他的肚子上。于建国没有防备，直接倒在地上。我翻身而起，一高跟鞋踩在了他的手上，使劲地转了转鞋跟。他疼得呜嗷乱叫。你是不是傻？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？于心愤怒地看着我，眼里却带着担忧。这孩子怕是将我当妈了。捆住他，先把他放在这。我没理会，语速飞快。于心当即将他五花大绑地扔在地上。我低头看了一眼，不解恨地踢了一脚。死猪，别挡路，走，去收拾另外2个。我拉住于心往外走，说好合作，你怎么动作之前也不商量呢？于心质问我，我只顾走路不回答。刚一出门，于成才提着一个塑料桶朝这边走了过来，看到我后明显一愣，将塑料桶往身后挪了挪。怎么还没睡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我反问道。看来你已经发现了。于成才无所谓地笑了笑，侧头看向我身边的于心，到爸爸这来。爸爸，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于心烦透了他的虚与委蛇，我倒是二话不说，直接给他重磅信息。你爸在房间里稀里糊涂的，好像说你杀人了，你去看看吧。
于成才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脸上浮上微笑。年纪大了，估计是精神不好，我去看看。他脚步飞快地进了我的房间。你说我杀人了？于成才将房间反锁，质问地开口。你好，我要报警。凤岐小学宿舍区有人蓄意谋杀。我掏出手机给警察打电话，警察很快赶到。透过摄像头，于成才疯了一样将硫酸灌进于建国的嘴里，任凭于建国如何挣扎，也没有停止的意思。他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：当年是你强奸了他，让他延续香火，是你害死了他，是你杀了他，是你，不是我。你老了，糊涂了，赶紧下地狱替我赎罪吧。于成才跌坐在地上，硫酸将于建国的身体腐蚀得像是一堆腐肉，丝丝缕缕地往外冒血，看起来十分可怖。身边的警察吓得脸色苍白。我看着眼前于建国一点点地没了动作，想起当初在我身上的切肤之痛，总算是没有重生一回，他们总算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是你这个贱人，设局陷害我们。王翠花拿着菜刀朝着我砍过来，我只是微笑地看着她被警察拦住。你冷静点吧，还有你。王翠花扭头看着于心，你不是说帮我把风吗？为什么要帮着那个贱人骗我？骗你什么？于心嘲弄地笑了笑，你们杀了我妈，我骗你什么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王翠花看着丈夫儿子都被警察带走，瞬间疯了。警察将她送到精神病院，她却拉着警察开始哭诉，不是的，他们只是想传递香火。还没有等到审判，于建国就因为被灌入太多硫酸死了。1周后，于成才被判了死刑，缓刑2年。在里面还好吗？于心带着我去看望于成才。于成才看到我们，疯了一样捶打玻璃，被狱警电棍警告。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拿起电话，温柔地笑着，是你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，对不对？于成才在监狱里1个周，倒是想明白了许多。你骗我，你骗我，我爸根本什么都没说。于心根本没得尿毒症，你在里面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。我大笑，却答非所问。上一世，因为他好吃懒做，天天吃油炸食品，才得了病。重生后，他天天健身养生，健硕的头牛一样，怎么会得病？于心看着于成才失魂落魄的样子，露出鄙夷的神色。别再端着了，在里面一定要做自己。探视时间很快结束，我和于心从监狱出来，阳光明媚，心情舒朗。双红，我正抬头望着天空，一个声音打断了我。我朝着声音看过去，顾魏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喊来的，不是想去云南吗？那种艳遇的地方，我可不陪你去。于心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但我知道他是个在正途上的好孩子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。我也不敢让你单独去，多年前的遗憾终于能有机会弥补了。顾魏微笑着，他如今一身休闲装，竟然和梦里那个穿着白 T 牛仔裤的少年重合了。我看着他，竟有些恍惚。这么多年，你的反射弧还是这么长。顾魏跟我开着玩笑，我的掌心传来他的温度，脸上能感受到他的呼吸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这么多年，我已离异，我戳碎眼前的梦。顾魏明显一愣，我不知他何意，但我的生活有我自己已足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